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 ，Line 头像永远是预设图，群组里从不说话， Instagram 有账号，但动态栏一片空白。一开始你会觉得奇怪，这人是不是有点孤僻，是不是不会社交？可等你真的见到他，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他跟你聊天时，每一句话都比大多数人更有分量。他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时不时瞄一眼手机，他会看着你的眼睛，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你身上。那种真诚和专注，会让你忍不住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不是不玩社群，他是不需要玩，不需要从别人的反应里确认自己的价值，不需要把自己送上那个被人比较的舞台。今天我们就把这种人心里藏着的那套东西一层层剥开，等你看完就会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安静，以及那份安静背后藏着多坚固的内心。如果你也想知道答案，记得在右下角点个赞，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深度分享了。第一层，他不是懒得发，而是根本不需要。说实话，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冲动，吃到好吃的想拍照，去到好地方想发动态。这不是什么坏事，作为人类，这是本能。心理学上叫自我表现欲，展示自己给别人看，通过别人的反应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回想一下，一盘摆盘精致的意大利面端上桌，或者一片被夕阳染红的海滩出现在眼前，你的手会不会下意识地摸口袋里的手机？那个动作几乎是反射性的，甚至在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相机 APP 已经打开了。你按下快门的瞬间，心里已经浮现出一个画面，这张照片配什么滤镜，用哪句歌词当文案，谁会第一个点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透过别人的眼睛来品尝食物，透过别人的评论来欣赏风景，但不玩社群的人，这个环节是缺失的。吃到好吃的，就只是觉得好吃；去到好地方，就只是把那一瞬间收进眼里。他完全不会想到要展示给谁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透过别人的反应来衡量经验的价值。心理学上把这叫内在参照准则极高，说白了，就是内心已经足够充盈的人，不需要外界说好、羡慕、称赞。他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从小就是在被评价的环境里长大的。小学第一次拿到考卷，红色的分数告诉你90分比80分好。到了中学，你在意同学穿什么牌子的鞋，你的铅笔盒里有什么样的文具。到了大学，你在意有多少人回复你的贴文，你的照片被按了多少爱心。我们这一整代人几乎都是在被观看和被评分的环境里长大的。这种惯性根深蒂固，所以自我认可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能力。能在那个体系之外依然靠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这意味着内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支柱。你身边那个人把头像设成预设，从不发动态，不是因为懒，是因为他已经充分地了解并认同自己了，感觉不到展示的必要。第二层，他不是在忍，而是退出了这个游戏。说到这，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真实案例。日本有位寿司大师傅叫小野二郎，就是纪录片《寿司之神》里那位老先生。90多岁了，一辈子就只做捏寿司这一件事。很多去他店里吃过的客人都想拍照打卡，但老先生其实不太在乎这些。他那家店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寿司端上来最好马上吃，因为那个时刻米和鱼料的温度、湿度都是他算好的。如果你花30秒找角度调光线，那口寿司就已经不是他想呈现给你的完美状态了。他不需要靠米其林3星的星星，或者网上几万条好评来定义自己的寿司好不好。他每天站在那里捏寿司的时候，内在就有一个极其严格的标准，那片鱼肉的湿度、醋饭的酸度、捏制的力道，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有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把尺，外界给他再多掌声，都比不上他自己觉得今天做得不错的那一瞬间。这就是典型的内在参照准则。他把评价自己的权利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到外界的点赞数上。想象一下，一个拥有这种心理构造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安稳的，因为他的价值感不依赖于网络信号的强弱。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安稳感会形成一种正向循环。当你不向外求认可的时候，反而更容易把眼前的事做好，因为你100%的注意力都放在寿司上，放在对话上，放在风景上，而不是分出一半心思去想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你做出来的事自然更有质感，你过生活的方式自然更有密度。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人不需要外界认可，那他们是怎么看待现代人最痛苦的一种情绪比较？第三层，它不是克制了比较，而是奖励机制变了。社群平台这种东西本质上就是比较的空间，这不是谁坏，而是机制本身如此。你滑着动态会看到谁出国旅游了，谁在质感咖啡厅里打开笔记本电脑了，谁又发了亲密情侣照了。当然谁都知道大家只发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即便脑子里知道，情感却跟不上。心理学上这叫社会比较理论。人类有一种本能不自觉地通过跟别人比较来衡量自己的位置，这跟意志力无关，是你大脑自动在做的事。就像你看到别人升职的消息，理智上你知道那跟你无关，但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你看到朋友又瘦又美的照片，明明10分钟前你才告诉自己今天不吃宵夜，但那个比较的念头已经像一根针一样扎了进来。这种比较的自动化程度高到甚至不需要你刻意去想，就已经在你潜意识里完成了。不玩社群的人是那些根本没有登上这个比较舞台的人，重点在于他不是上不去，是不想上去。他当然也能看到别人的生活，也可以进行比较，但在某个瞬间他领悟到了一件事，即使不参与这个游戏，我的生活依然很好。这种觉悟不容易，很多人虽然想停止比较，却舍不得删掉 App。 算法不断推送刺激性的内容，大脑又贪恋那些多巴胺，切断这个循环，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决心，而是当内心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标准时，才可能实现。我想提出一个可能有点反常识，但更深层的观点。我们总觉得那些不发文的人是在忍，是在克制自己比较的欲望，但事实很可能正好相反。真正内心强大到不玩社群的人，他们不是在忍受不比较的痛苦，而是他们的大脑对比较这件事的奖励机制从根本上就改变了。什么意思？一般的社群使用者，大脑的多巴胺来自于刷到别人过得好或过得不好时那种瞬间的情绪起伏，或者是别人给自己点赞时那种被认可的愉悦。但不玩社群的人，他们的多巴胺回路可能已经重新链接到了实际生活的反馈上，比如亲手组装好一个书架，摸到木头纹路的那种踏实感，比如读完一本厚厚的小说，合上书页时那种长长的叹息，比如跑完步满身大汗时身体的酸痛与畅快。这些真实的物理性的反馈取代了虚拟世界的比较。对他来说，比较别人出国玩的照片是空虚的，但自己规划下一次旅行，查地图时的那种兴奋感才是真实的。他不是克制了比较，是从比较的游戏中彻底登陆出去，玩另一款更扎实、更有手感的人生游戏了。第四层，他不是没人脉，而是选了密度更高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再比较，不需要认可，那他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那种无形的连接？玩社群的人感觉社交圈变宽了，但大部分只是点头之交的人数增加了，而不是亲近的人增加了。你想想你的好友列表，可能有500-600人甚至上千人，但其中有多少人是你可以半夜3点打电话过去说我心里好难受的？
有多少人是你可以不洗头不化妆就直接见面的？有多少人是你敢在他面前大哭一场，而不用担心被评判的？那个数字小得可怜，哪怕你有500个粉丝，真正落魄时能打电话的也没几个，哪怕生日祝福收到几十则，凌晨大哭时能赶过来陪你的也另有其人。不玩社群的人是很早就看透了这件事的人，所以他选择了深层关系，而不是泛泛之交。你看他的通讯录通常非常简洁，经常联系的也就那么几个，但跟这几个人的关系，其密度远超一般人的几十段浅层关系。他见面后不只是寒暄，而是会聊聊最近的想法、困难和喜悦。他聊的不是表面，是深层。心理学上，这可以解释为关系的策略性投资，不把有限的能量广泛分散，而是集中投入在真正有意义的关系中。人的社交能量不是无限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邓巴数。人类能维持有意义关系的极限大约是150人，而真正深层的关系只有5人左右。不玩社群的人本能地践行了这一点，比起150个浅层连接，他选择了5个真正的连接。所以当你跟他在一起时，会觉得他全神贯注在眼前的谈话。那不是什么高超的社交技巧，是因为他节省了社交能量，才有更多余力投入在当下。第5层，他不是不怕无聊，而是把寂寞当成了资源。现代社会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做，等捷运的1分钟也要拿出手机，睡前要刷手机，上厕所也要看视频。我们正在不断地渴求多巴胺刺激，对没有任何刺激的状态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有一项心理学研究，让受试者待在一个空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可以电击自己的按钮。结果有相当比例的受试者在才待了不到10分钟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按按钮电击自己，也不愿意继续忍受无聊。我们对空白的恐惧已经大到宁愿承受身体的疼痛，也不愿意面对它。不玩社群的人是站在这个刺激循环之外的人，他当然也有觉得无聊和没意思的时候，但他是那种不拿刺激去填补那份无聊，而是就那样随他去的人。这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耐得住寂静，意味着可以面对自己。你坦率地想一想，我们打开社群平台刷动态的那一瞬间，是不是正在从自己身边逃跑？脑子里不舒服的想法，未处理的情绪，莫名的焦虑，因为讨厌面对这些，我们用别人的生活这种刺激去掩盖掉了。不玩社群的人是能在那种不适感面前坐得住的人，他直面自己内心的不安，也让无聊就这样溜走。在那过程中，他反而整理了自己的想法，所以跟他对话会觉得话语有深度，因为那是已经在独自一人的寂静中深思熟虑过的人。他不是忙着消费别人的内容，而是在自己内心积累了内容。我再举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例子，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的一生极其规律，甚至可以说单调。他住在当时偏僻的哥尼斯堡，每天下午准时出门散步，路径固定到邻居可以用它来对表。他不旅行，不参加当时欧洲沙龙的社交，几乎没有什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社群生活。他每天面对的就是书房的墙壁和散步的小径。这种在外人看来近乎无聊、耐得住寂寞的生活，却孕育出了震动整个西方哲学界的3大批判。他之所以能进行如此深邃的思考，正是因为他没有把精力耗散在回应外界的琐碎刺激上。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寂静中跟自己脑海里的问题搏斗。我们现在连30分钟不碰手机都觉得心慌。而像康德这样的人，他们把寂寞变成了一座思想的熔炉。他们不是没有感受到寂寞，而是把寂寞当成了一种资源。这让我又想到一个更贴近现代的案例，作家村上春树。他每天的作息几乎像钟表一样精准，清晨4点起床，
写作5到6个小时，下午跑步或游泳，晚上9点准时睡觉。他不参加作家聚会，不上电视节目，几乎不接受采访。在日本文坛，他甚至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合群或孤高，但他自己说，这种日复一日的看似单调的生活正是他能够持续产出高质量小说的原因。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基本上是个长距离跑者。我的写作跟跑步很相似，这2种行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需要耐心。那种耐心就是跟孤独共处的能力，就是给无聊找借口填补的能力。所以请尝试一下不带手机，在咖啡厅坐30分钟，大部分人不到10分钟就会变得不安，但那个人把这当成了日常，因为他深刻理解，只有寂静才能沉淀出思想的结晶。第6层，你不是在记录，而是用低像素在活。不玩社群的人过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展示的生活。这2个有什么区别？想想你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为了拍一张人生美照而排长队？菜上齐之后，有没有在动筷子之前先找角度拍个够？在那一瞬间，你是在体验还是在记录？不玩社群的人对此已经有了答案。对他来说，旅行是记忆，而不是照片；用餐是味蕾的享受，而不是发文的素材；见面是对话，而不是动态。心理学上，这叫临场感或正念。有趣的是，现在很多人下载冥想 APP 来学习如何专注当下，但不玩社群的人天生就在践行，这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生活方式的设定。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时间流速变慢了，过得更加充实，因为那个人此时此刻正全身心地跟你待在一起，而不是人在这里。心在手机里，体验和展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展示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它总是带着一种不自觉的表演性质。你会在心里模拟别人看到这张照片时的反应，会担心文案是不是不够有趣，会焦虑点赞数有没有超过上一次。而当你把心思放在展示上时，你其实就已经从那个当下抽离了，你成了一个旁观自己生活的导演，而不是生活的主角。不玩社群的人永远是主角，他坐在观众席上看自己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站在舞台上，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而是为了感受灯光的温度和地板传来的震动。我想再多谈一点关于拍照这件事的心理学研究。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频繁拍照时，他们对事件的记忆其实是变差的。这被称为拍照减损效应。因为你把记录这个任务交给了手机，你的大脑就会松懈下来，不再那么认真地编码当下的感官信息。你以为你留下了那个瞬间，其实你留下的只是一个档案，而不是一段鲜活的记忆。相反，那些不拍照的人，他们的大脑知道没有外部的记忆辅助，所以会更加投入地启动所有感官去闻、去听、去感受。多年以后，当他们回想那一天的时候，他们记住的不是一张平面的照片，而是海风的咸味，阳光晒在皮肤上的灼热感，当时身边人的笑声。那种记忆是有重量的，是有温度的。这就是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时间流速变慢了，因为他们把每一个瞬间都活成了高解析度的全息影片，而不是低像素的缩图。他们的人生不是由一堆 JPEG 档案组成的，而是由一连串高感官密度的体验组成的，内心那颗你看不到的根系。最后，我们来谈谈支撑前面所有行为的那个核心。这些人拥有一种叫自我肯定的坚固轴心，这和傲慢完全不同。傲慢的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而自我肯定感强的人是觉得作为我已经足够了。这个差别很大，傲慢需要比较，需要别人比我差来证明我好，而自我肯定不需要任何参照物，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玩社群的人
不是因为不知道流行趋势才不跟随，而是没兴趣。他是那些从别人都做，所以我也得做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人。当大多数人往右走时，往左走是需要勇气的。我会不会落后了？我是不是个怪人？产生这种不安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挺过了那种不安，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方向。心理学上叫自主性，这是自我决定理论中提到的3项基本人类欲望之一，是能不根据外部压力或期待，而是根据自己内在的价值和选择来行动的能力。自主性高的人不会被流行动摇，不会被他人的期待左右，他会亲自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向。不玩社群，那不仅仅是一个习惯，更是对自我的深层理解与笃定，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这份坚定就像一棵大树的根系，地面上你看不到它有多深，你只能看到树干和树叶，也就是那个人外在的安静和从容。但地面之下，那四通八达、紧紧抓住土壤的根系，才是他能在狂风暴雨中依然挺立的原因。那些根系是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独自思考过的夜晚，以及在真实关系中得到的滋养。这样的根系不是一天长成的，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无数次面对诱惑时的拒绝，需要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持续地向下挖掘。不玩社群的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每天在为根系浇水的人。他不急着开花，不急着让路过的人赞美，他只是安静的、持续的让自己在看不见的地方变得更扎实，而这种扎实最终会反映在他整个人的存在感上。你靠近他的时候，会感到一种稳定的磁场，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言语的安心感，因为他不需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所以他可以完整的和你待在一起。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里几乎是一种奢侈品。总结一下，不玩社群的人并非没有社交能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了解自己，所以剔除了那些不必要的冗余。他是无需外部认可，也深知自身价值的人，是主动走下比较舞台的人，是追求深层关系而非点头之交的人，是能够在寂静中与自我独处的人，是活在当下而非展示中的人，更是拥有坚定自我肯定感的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再细心观察他一次。安静并不代表空虚，在那份寂静之下，藏着一个比你想象中更深邃、更坚固的世界。如果你本人就是那样的人，那么你一定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这个视频只不过是确认了你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已。我很想知道，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也想放下手机，彻底从那个比较的舞台上走下来。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或想法吧，我很期待能跟你一起交流。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别忘了点个赞，并且分享给你那个 LINE 头像永远是预设图的朋友。我们下期见。